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这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都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这期影片我要跟你分享的是中美关税战之下，我们投资人应该要怎么进行投资。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两种策略。第一种策略呢是属于进攻型的策略，就是我们在这个中美关税战当中呢，寻找资金流动的趋势，提前布局。这是属于进攻型的策略。另外一种策略呢，则是属于防守型的策略。那防守型的策略就是我们投资的商品，它比较不会受到中美关税战的影响。那这边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防守型的策略不代表它的报酬一定会输给进攻型的策略，它的报酬甚至会超过进攻型的策略哦。那这两个策略呢，我会跟大家分享大概有10档的美股 ETF， 相信一定可以帮助到你。那 Kevin 我自己呢，一直很喜欢一段投资的话，这段话就是呢，钱不是消失了，它只是转移了。我们可以回头看看2020 COVID-19 疫情那段的股灾，很多人就是这样，实体商店、航空公司、饭店股票，或者是一些邮轮股啊、迪士尼啊等等的股票，全部都倒成一片，然后大家都认为说，哎呀，各国都在封城，那股市一定是完蛋的。然后呢，新闻媒体呢也常常会报道说什么股市呢这一周又烧掉了多少美金，让大家觉得说好像钱就这样真的不见了。但其实呢，钱不是不见了，它只是转移到一些比较好的地方，像是疫情那段时间的宅经济，那时候的股价就狂喷，像是润 ZOON， 它是一个应用程式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在远距离去跟我们的工作伙伴去进行开会以及交流。那润这个股票呢，在疫情那段时间呢，是暴涨超过了700%哦。那另外一个股票呢，它叫做 DocuSign， 它的股票代号是 DOCU， 它是属于一种签名的替代方案。因为远距上班嘛，那大家要签名，要签合约的话呢，要怎么签名？就要用这个公司它所提供的软体，所以这个公司呢，在那段时间呢，它的股价也上涨了200%以上。那另外一个公司呢，则是 Shopify，Shopify 相信大家一定有听过。这家公司呢，它主要是帮中小企业去架设他们的网站，所以它是提供一个软体的服务。那这家公司呢，在疫情那段时间呢，有非常多的实体店呢转换成了电商，所以呢，这家公司的股票呢也是暴增的。所以这3家公司的股票呢，在疫情那段时间它反而受到了非常多的资金的流入。所以你可以发现到，股市就算它真的大崩盘了，它钱不是真的烧掉了，它只是转移到了其他的地方。那这次的股灾呢，是由美国点燃的关税战。你可以生气，你可以不爽，你可以整天吐槽，好像是美国政府或者是川普。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投资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问你自己，这一次钱会流到哪里去？那我相信呢，很多人脑中一定浮现出了一个东西，金光闪闪的，那就是黄金。很多人都觉得说呢，股市崩盘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应该买黄金去避险。这个听起来很正常，但是呢，其实又不正常啊。怎么说呢？避险工具是在危机发生之前你就应该买进了，而不是在危机发生之后你才买进。因为如果之后买进的话呢，你只会买在最高点。好像是黄金，它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到我拍片的当下呢，它已经上涨了将近30%。很多人都说，哇，你看黄金涨这么多，我们快买。这个思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思维我直接举个例子，你可能会更加的清楚。就是如果你在淹水的时候洪水呢已经淹到了你家的屋顶，这个时候呢，你就说，我要去买船。那这时候如果你去买了一艘船，你肯定是买一个最贵最浮夸的船。当潮水一退你的船就直接搁浅在你家的花园，那这艘船就没有用了嘛，你只能劈了当柴烧啊。所以在淹水的时候呢，你不是要去下单去购买这艘船，而是你应该要跑到一个高地，然后在高地上面开始去思考，接下来哪一个商品会在洪水之后涨价。那第一个我们想到的一定是粮食嘛，因为洪水一来之后呢，大家没有东西可以吃，那粮食肯定涨价，所以呢，你第一个应该要投资的就是投资粮食。那洪水过后呢，当然也会有疫情，所以呢，医疗设备呢也会非常的短缺，这时候呢，你也可以去投资医疗股。那当这些难民他们吃饱了，然后并且有获得一定的医疗水准之后呢，那接下来会是做什么？
他们当然会去重建他们的家园，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去购买一些建材股。那以上的这个思考方式呢，就是第二层的思考。我们在股灾的时候投资呢，我们不是去追价，我们应该做的是用我们第二层次的思考去提前布局哦，寻找下一个会被资金照顾到的地方。那接下来我就跟大家分享第一个策略，叫做进攻型的策略，它是强势进攻，抢占资金的转移的先机。那这边 Kevin 想到了一个产业，就是美国的租屋市场。那美国的租屋市场，如果你想要投资的话呢，你可以去投资房地产信托基金，也就是 REITs。那为什么我会觉得 REITs 不错呢？因为 REITs 的话呢，它是一种房地产信托基金，它会有非常多家公司，他们会有房子去租给其他的用户，然后呢，这个 REITs 它的收入来源主要都是租金哦。所以当美国的关税战打起来，它是不是要求很多制造业要到美国去设厂，像是 NVIDIA 或者像是我们台湾的台积电，或者像是一些日本的企业、欧洲的企业都要到美国去设厂。那当厂房开始盖的话呢，是不是会使得人才开始往厂房附近移动？那就会使厂房附近的租屋市场就开始热络起来。而且今年呢，又有一个大概率会发生的事情，那就是降息。所以这两个利好就会使得房地产信托基金他们的收入增加，然后呢，他们的成本减少。那成本减少当然就是因为降息嘛，因为房地产信托基金他们很多是贷款去买房的。那当降息的时候呢，他们所要支付的利息成本就会变少。这样子的话呢，房地产信托基金他们就可以配发出更多的利息哦。但是呢，如果你要投资美国的房地产信托基金，也就是 REITs 的话，那有很多家公司，你不知道怎么选的话，可以直接去投资 VNQ。那 VNQ 这一档 ETF 呢，它是美国最大最稳的房地产 ETF 之一哦。那它涵盖的范围包含住宅、办公、商场、医疗还有资讯中心等等都有出租。它今年以来下跌的幅度大概是 3% 左右。那美国的大盘呢，则是下降了 12%。那台湾的大盘好像是0050这档 ETF 呢，它已经下降了超过 20% 咯。那第二种进攻类型的，我觉得这个话呢，是我比较属于猜测。我的想法是寻找那一种建厂设备的产业，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台积电或者是 NVIDIA 或者是其他公司要到美国设厂，他们当然是要建造一个全新的工厂。那这个全新的工厂要建设起来，当然不是随便你嘴巴一讲它就跑起来嘛。它需要什么？它需要钢筋，它需要结构，它需要水泥，它需要工程顾问，还有那一些管线的铺设，以及一些自动化的机器人。那这些的话呢，都是美股 ETF 可以投资的。那这边我跟大家分享3种 ETF。第一种 ETF 比较属于是传统建设的，它是 PAVE， 它主要是受益于建设这个厂房的这个本体，就是水泥结构啊，还有它的钢筋。那另外一个的话呢，则是 PHO， 它主要是水资源，好像是你管线你水资源的管线啊，你的冷却水这些建设呢，就是属于 PHO， 它主要是投资这个领域。那另外一档 ETF 则是 ROBO， 这档 ETF 的话呢，它是属于工业自动化，它主要像是一些工业机器人啊，或者是一些产线的设备他们的那种自动流程这一档 ETF 呢，主要是投资这一些。那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这3档 ETF 呢，它是有它有利的地方就是因为他们设备嘛，他们工厂要来这边美国新建，所以呢，这些厂房他们可以收到更多的订单，他们收入应该会变多。但是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些设备商这些建厂的这些公司呢，他们的成本不一定来自美国所以说如果美国的关税真的还是一直这么高，甚至是90天之后呢，它的豁免结束了它对其他国家还是一样课征非常高的对等关税就会使得这些厂商如果他们要进口一些设备进来的话呢，他们的费用就会变高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如果你投资这些产业这些 ETF， 虽然他们的收入他们订单变多，但是呢，他们的成本可能也跟着上升。所以这部分的 ETF 我会把它列入在进攻型的观察清单当中。那我自己会先把我自己的雷达打开，然后等之后确定之后呢，我才会开始投资那你还有想到什么样的产业或者是 ETF 可能是这一次中美关税战当中的黑马呢？欢迎你在下方留言，这样以后呢，我们可以回头看你到底准不准哦。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防守策略，它是一个保本防守可以避开风暴的核心。那这个策略就是你不想要参与这个市场上的混战，你想要稳稳的赚钱，然后呢，甚至呢，你只要保本就好。那第一个商品当然是大家一定会想到的商品，那就是政府债券
或者像是一些定存。那政府债券一定要去选择那种具有公信力的政府债券，好像是美国的国债，那欧洲的政府债券也是可以考虑的。那银行定存的话呢，就非常的简单嘛，我们找我们台湾自己的银行去进行定存就可以了。这两种投资方法就是我们可以持有到期，我们就可以领固定的利息，然后呢拿回我们自己的本金哦。那现在美国公债的殖利率在我拍片的当下，它一年到期的大概还有 3.98% 的一个殖利率，那6个月到期的也有 4.2%， 算是蛮不错的哦。那至于要如何直接购买美国公债，我会将它的教学影片放在上面这边，大家可以自行观看。那我这边所讲的美国公债是指直接购买美国公债，而不是买美债 ETF 哦。因为美债 ETF 它是不保本的，因为它没有到期嘛，它的产品和它的成分股会一直变换，所以它不会到期，那就不会保本。但是如果你是直接购买美国公债的话呢，持有到期就可以拿回本金哦。那如果你要买美国公债的话呢，你可以使用银透证券。那银透证券它现在的闲置资金如果你自己在银透证券里面你有放美金，那它的闲置资金最高可以拿到年利率 3.83% 哦。那如果你对银透证券有兴趣的，我会将它的资讯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以及置顶留言栏当中，你可以自行前去观看哦。好，那第二个产业是什么？第二个产业就是资金的暂时避风港。从4月2号川普公布对等的关税政策到现在，这个产业呢它是属于大涨的状况。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张图，好，这张图你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红色跟绿色，那它的红色跟绿色跟我们台股的涨跌幅是不一样的，这是美股，美股跟我们台股是反过来的。好，那红色的话呢就是暴跌，那绿色的话呢就是大涨。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右上角有没有一块区域全部几乎都是绿色的，那它们就是属于上涨的区域。那这些区域的话呢，主要就是属于消费性的产品。那是哪些产业呢？是美国的民生必需产业跟另外一个产业叫做烟草产业。那这两个产业呢，它们都有以下几个特质哦。第一个特质就是呢，他们的产品叫做非买不可。如果你是吸烟族，你不会因为经济衰退你就不抽烟了。我觉得吸烟族他甚至可能会因为经济衰退，他压力更大了，所以呢他反而多抽几包烟。或者是经济衰退到来，你可能每天呢就少吃一餐，但是呢你一定会每天刷牙，所以牙膏就是一个必须产业。那烟草产业的代表股呢就是 PM 跟 NO。那如果是牙膏的话呢，就是獬楼，这家公司呢就是高露洁哦。那第二个特点就是呢，它的价格调涨能力非常的强，当他们成本很高的时候呢，他们就直接涨价。涨价的时候呢，消费者会怎样？消费者就不爽嘛，发文骂人嘛，发脸书、发 Twitter， 发那个 Trade， 然后在上面发牢骚，发完牢骚之后呢，还是会买他们的东西。这就是民生必需产业跟烟草产业他们强大的定价能力。那第三个就是呢，他们的供应链呢通常都是本地化的。就是他们的产品可能就是当地他们自己国家美国自己就可以生产的，所以说呢他们受到关税战的影响就很小。最后一个就是他们通常都是一个高殖利率的股票，不管是民生必需产业或是烟草产业，他们的殖利率都很高。像是烟草产业的 NO， 它的现在的殖利率就高达了 7%， 那 PM 的话呢也有高达 4%。 你可以看到下面这个表格， PM 跟 NO 这两家烟草公司在今年以来的话呢， PM 已经上涨了 34%， 那 NO 的话呢也上涨了 11%。那我们台股大盘跟美股大盘的话呢都是下跌的一个状况哦。还有两家公司也是非常的绿，那他们就是沃尔玛跟 Costco。那 Costco 大家应该比较熟悉，我们台湾人非常喜欢去逛 Costco， 我们一进去呢就是买一大堆东西。那他们的东西呢，他们货架上的东西呢，通常都不是 Costco 他们自己产的东西，而且就算是关税战导致成本上涨，那 Costco 的影响也非常的少，因为它是从这些供货商他们的利润当中呢去抽成的，所以呢对 Costco 的影响就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而且 Costco 它最大的收入来源是来自于会员所缴的会费。在这段关税战打起来的过程当中呢，大家还是一样会去买便宜的东西嘛，所以他们会去商场，去大商场像是 Costco，然后呢他们还是会持续的缴这个会费，那 Costco 呢它就可以持续的赚到这些会费。那 Costco 跟沃尔玛就会在这个关税战当中呢变成一个很不错的防守产业。那以上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民生消费品产业，有没有哪一档 ETF 可以直接囊括这些产业？有，这档 ETF 就是 IYK
它是一档美股的 ETF， 那它主要投资的是美国的消费品的龙头公司。那我刚刚所介绍到的这些公司都包含在这档 ETF 当中。那这档 ETF 从年初到我拍片当下已经上涨了将近 10% 咯。那它前10大成分股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宝乔，然后再来就是可口可乐，然后 BN 的话呢就是我刚刚所讲的烟草公司，还有 NO 我刚刚所讲的烟草公司都包含在这一个 ETF 当中哦。好，那以上跟大家介绍的这些美股的 ETF 都可以使用银透证券直接去进行购买。那如果你想要使用我们台湾的副委托进行购买的话呢，你可能要问一下，因为我刚刚所介绍到的这些 ETF 它不太是属于那一种很知名度很高的，好像是什么SPY 啊这种大盘型的 ETF。那我们台湾的副委托的话呢，它可能就不会帮你去进行购买哦。那银透证券是一家美股上市的海外券商，它可以投资几乎全世界的股票，超过160个交易所的股票。所以如果你使用银透证券，你除了可以买美股之外，你也可以买日股、澳股、欧股或是越南以及中国的股票，你都可以买得到哦。所以如果你想要投资全世界，你想让你自己的投资组合更加的灵活的话呢，那可以参考银透证券哦。那至于要如何使用这家券商呢，我会将他们的开户连结放在上面这边，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前去观看哦。好，那最后呢，我要提醒大家一个风险的观念。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进攻策略跟防守策略。如果你自己的投资目标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不见了，那你就要果断的退场哦。千万不要做一个非常愚蠢的操作，那就是呢，你明明一开始就是想要做那种进攻型的操作，你想要赚那种资金转移的先机的这种的波段操作，结果你发现趋势已经开始扭转了，你开始亏损了，但是呢，你反而不想要卖出，你就将你自己的投资目标忽然间一转，我变成了一个长期投资人啊。这是我看过最多的人他们就是呢不愿意去承担他们自己已经错误的决策，然后呢还是要持续的去进行投资，然后还讲自己是一个长期投资者，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是最危险的哦。像我们刚刚所举例的2020 COVID-19 那时候疫情爆发，全世界的实体店实体活动几乎都停止了，只剩下网络的活动。的确那个时候呢，我们刚刚所介绍到的那些网络的股票好像是润啊，它就上涨了非常的多。但是你知道吗，2021年之后呢，实体店开始慢慢的活络了，疫情开始减缓，你知道这些股票呢他们就开始下跌了，因为趋势已经开始反转了嘛，大家已经可以开始进行一个实体活动了。这时候呢，我们就应该要果断的卖出股票，而不是要持续的将我们钱放进去哦。你可以发现到我们刚刚所介绍到的那3只股票，在2021年之后疫情已经开始缓解了，他们的股价呢在2021年年中就开始急剧的下跌，到现在为止已经跌掉了 80% 了哦。所以我们不管是在做哪一个投资，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该撤退的时候呢就应该撤退，该换手的时候呢也应该要及时的换手哦。好了，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 Kevin， 如果你觉得这影片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个赞再走。那 Kevin 持续输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可以上升，所以呢瑞驰的话呢它算是一个进口跟，所以瑞驰算是一种进可攻所以瑞驰算是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方法哦。